些 BMW 新車才開3年，車價直接砍半。但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古車行或 FB 社团里，有一批 BMW 早就帮前车主把这种折价给吃掉了。最棒的是，那些刚出厂时的通病和电子小毛病，前人大概也都帮你在原厂修好，出错完毕。只要选对车况，按时保养，再爽開個10年，完全不是問題。今天我就幫大家盤點13台最值得買的 BMW 中古車，保證看完之後你絕對不會想去買新車。我會從實用好用的小資車款開爆，一路看到連我自己都會想掏錢買爆的終極神車。名單上每一台車能入選，都是因為他們的引擎技術成熟，常見通病都有解法，而且現在的車價便宜到讓人覺得買新車根本是當盤子。一定要看到第7台，因為那台車聽起來超像大陷阱，但算完賬才發現它可能是全場性價比最高、最聰明的一選擇。為什麼買中古車比買新車划算？對大部分想要入主 BMW 的人來說，最香的黃金年份通常是落在大概3到7年的車齡，因為第一任車主已經幫你把最痛的那波折價給吸收掉了，而且時間夠長，原廠該召回修好的常見的初期小毛病也都抓得差不多了。你可以直接參考市面上真實的妥善率口碑，不用拿自己的錢去盲測打賭，但凡事都有例外。這也是這集最有趣的地方。有些年份比較久的老 BMW， 它的引擎和變速箱耐操到不行，現在的中古車價又便宜到爆。就算已經是15、20年的老車 ，CP 值依然能把當下的新車打到趴在地上。這集名單這2種車都會有。其實車齡多久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是你眼前的這台車，它的引擎、變速箱跟出廠年份。是不是已經經過時間驗證的好東西？另外還有一個講到養車成本絕對不能不提的重點，固保。一台還在保固內的新車，只要回原廠做定期保養，工資跟料件絕對都是回原廠被當盤子砍。一旦過了保固，你就可以自由選擇外面的外保養廠、外廠，光是工資的價差就能幫你省下一大筆錢，直接抵消掉養中古車的開銷。在看接下來的名單時，請記住這一點。這裡列出的每一台車呢，只要你不要傻習慣性回原廠，找對技術好、收費公道的專業外廠，它省下來的錢絕對會讓你笑出來。第13名 F25 世代的 X3 2011到2017年份，這一代的 X3 呢，完全修正了上一代第一代 X3 那種好像還沒做完就上架的半成品感。它的底盤路感很扎實，保有 BMW 該有的操控手感，而且根據不同年份配的也是本集後面會不斷提到的那幾款成熟動力心臟。雖然它算不上 BMW 家族裡最有戰鬥氣息的車，而且4缸的版本同樣有正時鏈條這個通病，這我們待會兒後面還會提到。所以買之前的德國萊茵或外廠萊茵驗車 PPI 絕對不能少。但如果你需要開長途，需要載貨空間跟4輪驅動，又不想買那種開起來像開船的普通休旅車，它就是最實用的選擇。重點是休旅車在二手市場的折價其實比房車還猛，你花同樣的預算買到的車格跟質感絕對超乎這顆藍白徽標的價值。雖然它不是那種會讓車迷熱血沸騰的性能車，但對於想要兼顧駕馭樂趣跟家庭實用的買家來說，它就是一台默默幫你省錢的低調好車。第12名 E89 世代的 Z4 2009到2016年份，這是一台正宗的硬頂上棚跑車。根據等級不同，你可以選自然、進氣直六或是渦輪4缸，2顆都是技術非常成熟的動力平台。因為它是雙座設定，實用性不高，在中古市場的買氣沒那麼旺，車價自然一直維持在低檔。但別忘了，它骨子裡裝的底盤跟工程技術可跟你要多花1倍錢買的4系列敞篷車一模一樣。那個硬頂敞篷的機構平時確實需要定期檢查滾輪跟防水膠條，但這算是一般耗材維護，不是什麼結構性的致命傷，花點小錢定期保養就能當做預防以後車廂漏水的最便宜保險。第11名 F32 世代的 435i 2014到2016年份，搭載的是較早期的 N55 直六渦輪引擎，待會兒名單後面會提到接替它的新世代 B58 引擎。而這台 435i 就是讓你用更實惠的預算享受到同等跑車體驗的熟門熟路選擇。全車最出名的通病就是那只一打高增壓就極度容易爆裂的塑料进气管 Charge Pipe， 但這東西直接換成鋁合金改相件也才台幣1-2千塊50美金。只要把這個痛點處理好，它就是一台妥善率極高、底盤扎實的雙門轎跑。不僅有手排版本可以選，車身姿態也比同門房車更低、更兇悍。第10名 E82 世代的 128i 2008到2013年份，這台輕巧的小車後驅 Coupe 雙門轎跑，在這一代停產之後 BMW 基本上就再也沒做過類似的設定了。從底盤操控的角度來看，真的非常可惜。它搭載的是本集後面還會再提到的那顆成熟自然进氣直六引擎。
但放在這台車中比現在任何一台 BMW 都輕很多的輕量化車體裡。車身輕，對剎車、底盤懸吊跟傳動系統的負擔就小，這也是為什麼這台車保養起來這麼省心，連牌照稅、照費、輪胎損耗跟保險費都比你預期的後驅雙門車還要便宜很多。第9名 F10 世代的 528i 2012到2016年份，搭載 N20 直列4缸涡輪引擎。我知道你在想什麼，5系列裝4缸引擎，听起來總覺得少了一位，對吧？但你先聽我說，這顆 2.0 升的引擎不僅省油，在台灣更是剛好落在2000cc 以下的稅金級距，1年牌照稅加燃料費直接幫你的錢包省下一大筆，而且日常市區通勤的低轉速扭力非常夠用。不過我必須跟你講實話，早期的 N20 引擎確實有正時鏈條導板破裂的通病，千萬不能閉着眼睛盲買，買之前一定要做徹底的來因驗車或找熟识的外厂檢查，最好是找上一任車主已經預先做過正时鏈條大保養，有完整单據的車狀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只要找到有處理過鏈條問題的車，它就是一台底盤超舒適、二手車價跟養車成本都極度划算的大型豪华房車。很多人为了找直列6缸版本，直接把它略過，根本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一台性價比極高、默默省稅金的好車。第8名 F30 世代的 328D 2014到2018年份，也就是3系列的柴油版本。柴油 BMW 在美国的市场接受度一直比不上歐洲，所以在二手市場上車價低很多，絕大多數買家甚至根本不會注意到它。但這顆柴油引擎在高速油耗的表現完全是汽油車款連尾燈都看不到的等級，而且跟待會兒會提到的柴油休旅車比起來，3系列這種中型房車少了龐大車重跟複雜底盤的負擔，整套柴油系統保養維護起來輕鬆太多了。如果你平時常跑長途高速，想要一台開起來有 BMW 操控感、進加油站又完全不傷錢包的神車，這台就是幾乎沒人提過但性價比爆表隱藏版首選。當然，柴油車該有的定期積碳清理跟基本維護依然是省不掉的功課。第7名 E70 世代的 X5 2007到2013年份，這就是我在開頭提到的那台車。首先我必須開誠布公地講，如果你只是想找一台便宜省心的日常代步車，我絕對不會推薦這台。大部分人對中古 BMW 休旅車避之唯恐不及，是因為它的氣壓懸吊跟複雜的電子系統一旦壞起來，真的會變成底無坑的吸金黑洞。這個惡名可不是憑空捏造的。但如果是柴油版本，特別是 35D， 對選對人來說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它有極度狂暴的低轉扭力、超強的高速續航力，而且這顆引擎根本就是為了在歐洲開幾萬幾百公里的長途駕駛而設計的，底子非常扎實。不過你也要有心理準備，除了 X5 本身該養的開銷之外，你還得照顧 DPF 柴油碳微粒過濾器、EGR 廢氣循環系統，這些柴油車專屬的環保配備。所以這台車絕對不是給那些想便宜體驗豪華休旅車的小資族開的，它是屬於那種每周都要跑超長途高速公路，而且心裡非常清楚怎麼按時照顧柴油系統的人。只有对这种人来说，它才是整个中古车市场上被严重低估的超級神車。第6名 E93 世代的 328i 2006到2011年份，这台車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因為很多人覺得買車一定要買年份越新越好，但車上的電子配備越多，壞掉時反而越讓人頭痛。328i 搭載的這顆自然進氣直六引擎 N52，絕對可以說是寶馬史上最耐操、最靠譜的6缸心臟之一。沒有渦輪就不用擔心渦輪壞掉，也沒有後來渦輪車那些高壓汽油泵浦壞掉的通病。雖然開久了搖臂蓋墊片閥門式，蓋墊片多多少少會滲油，塑膠水箱管接頭年份到了也需要預防性更換，但這些都是花小錢就能解決的例行保養，隨便找一家熟識的專業外廠，1個下午就能幫你搞定。它就是一台能順開、極度省心硬朗的豪華轎車，而且現在的中古車價便宜到讓人幾乎感覺不到購車壓力。第5名 F30 世代的 340i 440i 2016到2018年份，搭載的是寶馬一代名機 B58 3.0 升直列6缸渦輪增壓引擎。看到這顆引擎，真正懂車的車迷絕對會熱血沸騰。因為 B58 被公認為寶馬在現代渦輪時代裡做過最強悍、最耐操的引擎之一，它的缸體強度更高，完全沒有前面提到的 N55 早期那些令人頭痛的各種小毛病。選這台車，你不僅能享受到極度
過癮的強悍動力，可選配的電子懸吊，而且整台車的底盤與電氣架構比上一世代還要更加成熟簡潔，在外場後期的保養維護也更加輕鬆直覺。現在一台二手車價只要當下同等級全新3系列的一小半，但它踩下去的馬力跟加速貼背感，卻是現在的全新入門車款連尾燈都看不到的。第4名 E60 世代的 525i 與 530i 自然进氣版本，很多雙渦輪版本的 E60 像 535i， 在中古市場上其實踩雷風險極高，很容易碰到高壓汽油泵浦打死或渦輪故障等大坑，但選 525i 或 530i 這類自然进氣版本就完全完美避開了這些讓人頭痛的致命傷。它們搭載的是寶馬非常成熟耐操的自然进气直列6缸引擎，用最可靠的經典架構代替了容易壞的涡輪系統。买这台車，你能用極其親民的價格享受到最正宗的大型豪華房車行路質感，以及寶馬最精髓的扎實轉向手感。雖然直線加速沒有渦輪車那麼狂暴，但也直接幫你省掉了一大串昂貴的維修清單。對絕大多數想省心養車的人來說，這絕對是最聰明的取捨。第3名。6世代的 330i 2000到2006年份，這絕對是全台灣各大專修寶馬的外場技師們最愛推薦的中古車款之一，也是寶馬那個黃金年代裡幾乎可以稱為最硬朗不死鳥的傳奇代表。不過神車歸神車，它唯一不可忽視的痛點就是里程數高的車後副車架容易出現鈑金裂痕，所以買車前頂起來做徹底的底盤檢查絕對不能省。只要確定這點沒問題，這台車乖乖定期保養，要開到20-30萬公里完全是小菜一碟，根本不會給你惹什麼麻煩事兒。特別是首排版本，在現在的二手市場非常保值，甚至還在漲價，因為懂車的死忠車迷都知道它有多香。在進入最後揭曉前2名之前，如果你是真的打算買台中古寶馬長久開下去，我整理了一份終極的寶馬避坑長壽聖經，這完全就是我會直接傳給我那個剛買二手寶馬的朋友看的東西。裡面針對不同里程數詳細列出了該檢查、該預防性更換的零件清單。如果你有興趣，請持續關注我們頻道。第2名。俄9世代的 540i 1997到2003年份，這是許多資深老車主口中最後一台純粹機械感的經典寶馬，這句話可是極高的讚美。它搭載了硬派的 M62 V8 引擎，老派扎實的液壓油壓動力轉向，還能選配 LSD 限滑差速器，完全沒有後期車款上那些煩人又繁雜的電子輔助系統。因為這台車太經典，後市場改相件跟耗材備料非常充足。買這台車你唯一要死盯的就是它的冷卻系統、水箱系統、水泵浦、節溫器、全車水管，這些一定要找時間做一次預先性的徹底預警式大翻修，請技師全部換掉。通常工帶料差不多在台幣18000到25000之間，600到900美金，畢竟這已經是快30年的底盤平台了。除了水箱系統外，全車的底盤鐵套、懸吊避震、引擎墊片跟老化的電子插頭，都需要你像對待老朋友一樣預先性關注維護，而不是壞哪裡修哪裡的治標不治本。第1名 E39 世代的 528i， 也就是這整個名單裡性價比最高、最值得入手的終極第1名，同樣來自於 E39 世代。它跟你剛才聽到的 V8 540i 擁有完全相同的底盤、相同的液壓轉向，以及一模一樣純粹的機械路感。不同的是，它把那顆 M62 V8 換成了成熟的自然进氣直列6缸引擎，光是這個改變就直接幫你省掉了 E39 大半的複雜結構跟養車開銷。引擎室空間變大，水箱冷卻系統結構變簡單，不僅那些高價壞掉的耗材大幅減少，連二手車價通常都比 V8 版本親民非常多。雖然動力比 V8 小了一點，但你保留了所有讓 540i 開起來無比過癮的精髓，同時完美避開了老 V8 寶馬年紀大了之後那些極度昂貴的修車噩夢。如果你想找一台最能打臉花大錢買全新新車的中古寶馬，選這台就對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盤點，13台用實力證明買新車不如買中古車的寶馬。你應該也有發現貫穿整集的規律，買中古車絕對不是去追最新的酷炫科技，而是要去尋找那個最香的黃金交叉點，也就是引擎工程技術成熟，早期的通病全都被大家研究透徹，而且最痛的折價曲線早就被前車主全部吃掉的那個時間點。當然，這不代表這裡面有哪一台車是零風險的，名單上的每一台買之前都有各自的重點檢查項目，買回家之後也都要細心保養。而這些事前功課正是區分出你到底是買到划算寶馬的聰明買家，還是成為交學費買教訓的冤大頭的關鍵差異。
如果你已經擁有其中一台，或者準備要入手了，你能做最聰明的一件事，就是做到預防性保養，而不是等到故障燈亮了才慌慌张张跑去修。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整理出那份完整的宝马避坑长壽圣经，按里程数详細記錄了該檢查什麼，該預防性提前換掉什麼，以及絕大多數車主都是花了冤枉錢才後知後覺的痛點避坑指南。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這13台裡面你最想掏錢買哪一台？我們下期見。